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见闻皆能造语。我今见闻得度，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述菩萨行论。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讲忏悔志啊。在忏悔志当中呢，讲了4种对治理。4种对治理里面，第3个对治理当中讲一个精进。精进呢分3个方面。首先是讲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循数精进。循数精进也是分3个方面，其中，第一个书名不可高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书用不可高，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除以细精理，今无复合于然因执着彼屡为上师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曾经也是享受过许许多多的一些殊用，但是现在呢，除了自己的意识的对境以外，就是在意识当中呢有一种意念的对境，除了这个经历以外呢，我现在就是得到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殊用呢都没有的。可是我为呢这些殊用就是确实贪念这些殊用呢，屡屡的已经违反了上师和佛陀的教言，实在是不依你的。但愿以后呢再也不要就犯，就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说比较简单。不管是我们曾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呢，他的这个经历是相当漫长的，并不是1天2天，也不是1个劫2个劫。只要我们学习大乘佛法，就完全明白众生的这个来源是的确是这个无始以来到这里来的。那么在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呢，作为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讲，曾经呢肯定有享受过就无与伦比的一些快乐殊用当然根据一些佛经的教证来宣讲的话，那么我们曾经呢也会在天界当中受到过这个无比的这个快乐，然后在人间呢也变成过什么转轮王或者是一些大国王都已经变成过。以前悟光尊者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在座的众生呢，在3界的这个主宰，就是3界的这种诸尊呢，也当过这个千百次，但是殊此这个什么这个持袈裟的这种出家人的身份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专门宣讲呢，出家是极为难得。我们这个当这个在家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个第10天梵天在天界的这种安乐呢，就是也无数次享受过。在实践当中呢，也是我们也每一个人来讲，只不过是今生当中是变成这样的，实际上也变成个国王大臣以及这个世间的美女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也是当过的。在这个时候呢，外面的这种这个财产就什么样都这个品尝过，什么样都享受过这种经历呢，只要你相信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的教言的话呢，每一个人一定会是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到现在看来的话呢，那么这些殊用这些所有的这个愚妙，对我们众生来讲呢，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可考之处呢？就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的就是有些呢，就是我们让这个会意的气就是让会意的气；有些呢，就是根本连会意都不让这个会意呢，自己不知道就是感受过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这个对境不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今生当中呢，也可能
享受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快乐啊、待遇啊、名声啊，这些都已经拥有过。可是现在看来呢，好像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啊。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是，这个吃肉的人和喝汤的人呢，到了山顶上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喝了这个一碗汤，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呢，就是吃得很好的这个肉。但不管怎么样，你到了山顶之前的话，那就是都能起一点作用。到了山顶上的时候呢，吃汤的人，吃那个汤喝汤的也好，吃素的都好像就是在同他的这个身份上是比不上的。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你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呢，可能就是感受过无数的这种这个折磨啊、痛苦啊、灾难啊等等。有些呢，就是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呢，就是全部是一帆风顺，就是过得相当的快乐。但是你到了现在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以前那个稍微富裕一点的，也许这几天脸色好一点而已，这个其他的人呢就是脸色不太好而已。实际上现在呢，你们两个的这个对劲来讲确实是没有。我原来遇到一个那个。两兄弟啊，就是一个是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是他非常有钱，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一点都没有钱，就是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的这个业力呢，虽然是一个父母的这种孩子啊，但是在你的这个前世的业力不同啊，一个是非常有钱，一个是非常贫穷，但实际上呢。听说是一个呢，在一个月当中是他的这个开销就是非常大，另一个人呢，就是在一个月当中就是基本上他的生活也是很难这个维持的。但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脸色啊，就是脸色的话呢，好像有钱的人的脸色不太好，就是就有一种这个好像很苦闷呐，就是或者是有一种就是憔悴的这种感觉。另一个人呢，就是还就是精神饱满，很不错的，就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以前所感受过的这些经历。对现在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你的一种经验而已啊，就是经验而已。这样一来呢，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根本想都想不起以前就是干出过什么。有些时候呢，可能能这个想起一点点。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些拉了一些话，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我这个看到这几个话以后呢，大概可能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山上放牦牛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应该说是这些话是在我这个山上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经常有时候呢就是躲在这个树里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开心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就我刚才也问了一下，还是好像我已经到了这个。童年的这种感觉，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有些呢，好像依靠以前自己所感受过的一些，这种这个对劲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智慧品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虽然有比较清楚的一些这个怀疑，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生活是比较这个苦的。但是如果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生活是非常快乐的话呢。到我现在我今天的这种感觉来讲呢，的确是跟昨天的梦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快乐，也是现在我好像没有什么的；那个时候再怎么样痛苦，现在我没有什么的。但我希望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就是造恶业。如果在那个时候我造了这个恶业的话呢，这个恶业呢，就是随时都是已经就是等待着我啊，就是随时都已经等待着我。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这个对我现在来讲呢，就是已经得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可以这样想啊。我以前享受过的什么样的这种生活呢？当时我应该说是特别执着。吴光真在虚幻修习当中也有，心性修习里面也有。昨天以前的事情呢，就是跟昨日的梦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今天的这个事情呢？今天所感受的一切经历呢，就是跟现在在做梦没有什么差别。明天以后的这种一切经历呢，就是明晚上的这个梦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在许多教研当中呢，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窍诀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对生活对自己的，尤其是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是的确是这个对钱财对这个感情对自己的亲友就是特别的这个执着，好像真正觉得是这些事实呢已经这个存在。当然从我们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梦也是对做梦的人来讲是有的，但从新觉者的角度来讲，如菩萨什么入中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全是空的就是全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呢不应该就是特别的执着，因为我们以前呢
特别的去这个执着我的这个殊荣啊。按照这个无著菩萨的科判的话，那这里主要的对境是这样的这个殊荣啊。我以前呢特别的贪念就是这些这个殊荣，正因为贪念这些殊荣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已经这个违背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上师的这个教言呢。因为我自己特别对这个贪财，这样的话呢，我为了挣钱呢，为了这个发财始终都是把上师的这个教言和佛陀就告诉我们的这些教言呢，全部抛之脑后，全部呢没有这个如理如痴的这个修持，就是没有这个好好的修持。因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应该一方面就是以前自己对生活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人给我这样讲的，说以前呢就是他对自己的所有的什么财产呢，就是这些都是特别的去这个执着让现在呢就是看到大乘佛法以后，的确是觉得是在这个做梦一样的并不是那么很执着。我觉得如果有了这样的这种感觉的话，说明就是这个佛法呢就是融入他的这个心就应该说是这个融入他的心。以前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应该对任何一个东西呢，就是还是这个一直单念就是一直单执着，就是念念不忘，一直这个朝思暮想，一直呢就是想着。但现在就是通过大乘佛法的这种教育以后呢，就是对任何东西呢，虽然心里面有痛苦有烦恼，作为凡夫人来讲是这个得地以后才可以断掉的，这些习气根本上断的话有点困难，但是以前那样的这个执着呢，恐怕是没有的就像我们春天吹风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个吹风的这种动摇的感觉，但是不像冬天这个吹的那样厉害。因此，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第一个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如理如此的修习，已经违背了这个上师的教言。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看破这个境势没有这样的话，一切这个殊荣没有意义。佛陀在这个《教王经》当中对这个问题呢，也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一生当中辛辛苦苦的积累的这些财产的话，大多数的自己的儿女等等就是后人这个用的，有些呢就是对原地当当就是别人这个用的。前一段时间我也讲了，就是朝鲜那个有一个什么这个现代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这种后来的这个家产呢，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儿子等等，就出现怎么样的纠纷，有些呢就是最后这个跳楼自杀，有些呢他原来根本没有所想的这些人呢，一直在这个享用。因此，任何一个人来讲，对这个财产呢，对这个殊荣呢，特别执着的话，的确是没有什么用的。所谓的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只有对它有这种这个享用权呢，而且没有这个拥有权，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说的也是非常对的。那么还有这个《富那罗清文经》呢，在这个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自身呢，就是不应该就是贪着这个财产，即使你得到这些财产呢，应该就是舍弃就是因身。那么从现在开始唯一的这个求生生的佛法，护持清净的戒律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应该这样做的。以前我们学习开启修行门费的时候呢，就是谈念这个财产方面的一些教证教言呢也是比较多的。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应该对这个看破世间应该用上以前这个中东派和甘登派的教言当中呢，很多上师都是所谓的教言呢，全部就归纳出来，看破尽释，看破尽释，看破尽释。这一点呢，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对这个财产对名声对地位相当的执着的话呢，有了执着肯定有这个痛苦，有了痛苦呢，就不会有平静。如果没有平静的话，那你的这个修行呢，根本不可能这个就顺利的这个进行。所以呢，大家空的时候应该心静下来。我的上半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已经这个尽力的？那我这样做的呢，到底是对我个人也好，对众生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如果没有利益的话呢，那么我的这个下半生，我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生活呢，应该有一个就是重新的调整。这一点作为修行人来讲，是至关重要。
下面讲下一个宋词，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不要这个什么就是对这个亲友呢不可靠啊，就是宋词当中这样讲的：此三如许是，亲友也如是，独行无定数，何须皆亲疏。他这里宋词上呢是这样讲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疏用是无常的，没有可靠的，不仅是疏用不可靠的，而连自己就是存活当中的精神的自己的生命啊、身体啊，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呢，全部也是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要舍弃，还有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全部要舍弃，只有自己孤独一人啊。就是前往这个中阴，就前往中阴。这个时候呢，无有任何这个目标而这个前往所以呢，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呢，为什么对世间的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单着，就是结上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对这个怨恨的敌人呢，就是特意的就是嗔恨啊，就是嗔恨呢就是愿意这个舍弃。为什么这样这个结上出现关系呢？不应该就是结这个怨不应该结这个怨。因此，大家也应该清楚，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终有一天会死的，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的这一点作为那个一些感动派的教言来讲，也是人这个总有一天的死的观想呢，也很重要的。不是原来有一个是有一个道士他在一个上师面前说：“你给我讲一个窍诀啊。”他说：“我只有一个窍诀，就是你也是，我也是，你也是，我也是，你也是，我也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我的上师也给我教这个，我给你也是讲了这个。后来呢，那个人真正修这个四望无常，后来已经获得了这个成就获得成就。所以有信心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听到你也是，我也是，就是这么一个教言呢，也让这个成就的。像印光大师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他的这个注释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方物里面有一个大大的这个四字。我去年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画家给我写了一个四字，我本来想那个就挂在这个房子里面，有时候看到这个所谓的四呢，好像就是不太舒服，就是然后又取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这个家里面呢，有时候是来一些世间人，就是来一些世间人的话呢，他们一看就是这个人有问题。如果像印光大师那样，就是在禅堂里就是在这个清净的注释里的话，可能就是天天都是观想四字也是可以。我原来也是想学这样的，的确是这个意义很深的，应该自己也是以后提醒自己，就是我终有一天要死。后来不到几天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有各方面的一些违愿，就是不太方便，就取下来了。实际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呢，所有的你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好，名声也好然后甚至跟自己一起的，就是所有的一切东西呢全部。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好像这个随身带着的什么东西都要带着。我那天看见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大大的包里面，他的所有的证件就是什么身份证这个护照还有那个户口本皈依证菩萨戒的戒牒然后什么那个工作证还有什么就是他的，凡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专门那个证件全部堆在一起呢，就是应该有个很大的这个包里面。我说你这个这么重就是里面到底装的什么？他说是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后来他给我一个一个的看了，的确，一个人活着可能也有些地方是还是比较惯用的就惯用的。但是我想你死的时候呢，这些证件全部就放在这个货里面，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份证，你认为是现在这个不能离开的身体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你拿这个身份证就是跑到中印法王那里去作证就是这个恐怕是也用不上虽然是这些都是如幻如梦，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现在幻化当中呢，比如说你这个做梦的时候你这个乘飞机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梦境的什么身份证的话，那就是当时也不一定就是让这个乘得上某种的飞机所以有时候呢
它有一个缓化的作用，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根本不知道它的后面就是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就这一点，现在实际上是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因此呢，当我们死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自己这个就是居身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全部也要这个舍弃就是一个人呢也要这个离开的就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好，就是兄弟、子女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你的同事、同学、老师等等。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人呢，全部也要这个放弃的，也要放弃的。那么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以说是独行一人，孤独伶仃的，就是你是独行一人的。那个时候随着你的是什么呢？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就意思就是说，善和恶的这种报应呢，实际上是跟着你的身体的因子一样就是一切这个万般呢，就是带不走的，唯有业呢，就是跟随着你就跟随着你。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应该该执着的不执着，就是该执着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恶业和这个善业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执着就是展示你在没有离开轮回之前是善业对你来讲生生世世的有利的，恶业呢对你来讲是生生世世是不但无利，而且呢有害的。这一点是应该执着的，这是特别这个长远的。你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身份证呢，就是只能这个惯用这个100年，你有生之年。但是你善和业的这种身份证的话呢，你就要用多少年呢？多少个这个劫所以呢实际上是有时候的确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愚昧，该执着的不执着，不该执着的呢去执着。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执着，就像佛子行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的贪心呢，如这个沸腾的水一样，就是极其猛烈。然后对这个怨恨呢，就是对怨恨的人呢，就是所产生的嗔恨心呢，也熊熊烈火一样，就是也极其的这种伤亡。这种心态呢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所谓的这个亲友和所谓的这些这个冤地对我们来讲暂时呢应该是有理有回的。实际上呢真的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亲友对你有什么样的用呢？谁也就是帮不了。就像我们昨天前面所讲的一样。因此呢大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不能就是特别的去执着那些这个亲人。当然我们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亲人有亲人的感情，冤地有冤地的一些这个报出之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认为是这个人不讲理气，就是不讲义气，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你这个修得非常好的话呢，那么就是单着你的这种亲友呢也有什么用的？今天一个人给我请假，说是他的母亲呢，就是特别惦记他，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回去看一下我给他说别去吧，就是怎么样，他怎么样想你你怎么样想他，也是终有一天会舍弃的。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佛法。如果你这个佛法不舍弃的情况下，帮助他一点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也是所谓的这个孝顺父母。但是你如果离开的话呢，我就比较担心你，这个人呢，就是学佛的时间也是1年多就是时间不长。那这样的话呢，在外面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诱惑力是特别强你以后有没有会那个学院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会学院的机会的话，你自己的可能没有把握，你的见解是永远都是稳定的就是不会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我也是这个诚心诚意的这个劝他们在死的时候呢真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待不住的就是那个这种状况呢，的确是是这个在死的时候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凄凄惨惨的，就是这种这个充满了恐怖的，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呢你看看有没有一种什么这个心善的这个福德。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自己在生生世世当中就是感受多少个业报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今天呢在此也是希望大家这是你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并不是我的事情你们的这个解脱呢对我来讲也是可能有一点功德，但是呢不一定我马上得解脱。你们如果堕落的话呢，我不一定堕落，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呢这样应该说是对这个是不得不考虑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来世呢不受这些这个过报
就没有人和你。你既然没有你有的话呢，那你为什么是不相信？你要相信的话呢，你在实际行动当中呢，能不能尽量的这个行善断恶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著菩萨在最后讲义当中也是讲了就谈着这些真的没有任何事宜，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无始以来的现在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特别的去这个执着，尤其是现在已经。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种感情呢，这样的话呢，好像没有这个人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一样的。有些人这个为了这个人呢，就是也杀害别人，也是没有任何这个困难和问题，就是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对仇恨的执着和对亲人的执着太过分了，特别的这种强烈。那么这样的这种强烈的执着呢，如果我们换过来，就是在佛法方面有这么强烈的信心和处理性的话呢，那么我们都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已经这个早已解脱了。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些这个修行人呢，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真的是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对亲人和对远处，执着太深的话呢，那就可能不是个好事有些出家人呢，好像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呢，还特别的就是执着，然后对远恨的敌人呢，也是有一种这个报复之心那就是你这样的剃光头，可能是就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就外形上是出家人，实际上内心呢还一点都没有这个出家。但是作为在家人来讲恐怕像出家人那样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整天的是就是。对自己方面的人呢，经常赞叹；对他人方面的人，没有什么过失，也是要诋毁他们呢。一提起他们的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是很无赖、很苦闷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人呢，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他特别的开心说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呢，一句话就开始从他的整个这个颜色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变完了这样我觉得不太好。我们总有一天呢，肯定离开这个人间。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你所造的这些善业和恶业呢，一定也是不会这个失好的，一定也是不会这个就是消失的。所做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也不会这个消失的。因此在这方面不得不注意。这是讲的第3个问题。下面如何精进呢？也分2个，就是从这个性上面、意乐上面如何精进，从行为上如何精进，分2个方面。首先，我们从那个发心的角度来讲是也怎么样精进呢？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善和不善呢，应该从这个心理的这种善和不善为主就像我光尊在心行修习当中也已经就是讲了，就是心理的这个3种不善业呢，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行为上如果有一些不善业呢，就是行善的时候也有改变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他这里呢，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不善身助国，云何得土处？故我当一心，日夜思出国。我们实践当中所造的不善业呢，实际上是产生一切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辛苦变苦哀别离苦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呢，依靠这个不善业而这个产生的。哪怕实际上呢，任何一个不愿意的这种东西就我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出现这个就热风这也是这个通过不善业而这个产生的。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呢，吹寒风呢，也是这个不善业而这个造成的。凡是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东西，是全部是不善业而这个产生的。佛陀在佛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何人造善业，彼人得安乐；何人造恶业，彼人得快乐。这是我们这个以前也是给大家讲过，就是任何一个人呢，他如果造了这个什么善业的话呢，他的果报是必定是什么
就是快乐的就这是因果关系就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卦的卦中度的度，也就是说自己的相许相同的这个过失呢，一定会是这样的。有些人这样认为，那为什么是我造三也是这个获得快乐这一定是自然规律。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子就是然后就是产生这个道呀呢？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这是我们以前讲的4种真理当中呢，也已经提及过。大家呢应该会这个相信的。那么一切这种不善业当中是产生痛苦。我们作为有些人来讲，无始以来的造过很多的恶业。那么这样的恶业当中呢，就是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就是这个造的恶业当中也是什么时候解脱。以前所造的恶业，现在所感受的痛苦三界轮回的这些痛苦当中呢，也是什么时候这个解脱？自己。对自己应该就是经常自言自语，或者呢就是自己的反反复复的，就是审查自己。我无始以来的是造过这么多的这个罪业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就是获得了解脱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想，故我当一心。所以呢，我们自己一心一意的专心致志的日日夜夜当中，就应该这个废寝忘食的心修持这个忏悔法就修持这个菩提心就没有这样的这个修持的话呢，那么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所以现在呢，就是不一定要马上就是获得解脱的。如果我首先在相续当中有了一个因果正见呢，以前中国报忙论当中也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无间多恶趣，有间甚善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这个世间的因果正见的话呢，那这个众生是这个必定会堕入恶趣的。如果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有了世间的正见，什么叫做世间正见呢？这个三宝有加持，本尊有力量，有前世后世有这个什么这个业因果等等，就是这些如果你要相信的话，那就这叫做是世间正见。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真的有了世间正见的话，那这个人必定会转生到这个恶趣当中去的。所以这样的这种因果正见呢，的确也是相当的重要。有了因果正见呢，他会好好的成为就像我们历史上的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这个早年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后来他有一个因果正见呢，最后呢就认为是自己肯定是堕入恶趣的，最后到山顶里面去开始进行修持而获得这个成就的。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每一个人来讲是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样的因果正见的话，那一定会是就是获得这种解脱的，获得解脱的，有解脱的这个希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是这个行为上，应该从内心当中要有一个忏悔的心。要有一个解脱的这个心，这种心情呢，应该很急迫、很强烈就很强烈，就不要好像再过一段时间呢，明年后年不要这样的日日夜夜的。你听到这个佛法以后呢，就马上就行动就马上就行动而且自己对自己就不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借口，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自己认认真真的去闻思这个修行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生虽然短暂，但是也有修行的时间。以前有那个姜娃娃给西。有姜娃娃根系的话呢，他一生当中都是从来没有这个睡觉，就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一直紧紧的这个观人生难得就后来中东爸爸他的这个上师呢说，弟子你可能这样晚上都不睡觉，这样可能你的这个世道不一定是就是调和，而且呢你会生病的，你好好的休息吧，不要天天的这个工作不要天天的修行他的上师的劝他。后来他说我一想到这个人生难得，没有这个想睡觉的念头就是不想睡觉，不像我们这里一样，就是睡得特别香就是第一个闹钟就是旁边响了，也是醒不过来，这边一个闹钟响了也是醒不过来，最后那个醒过来的时候的是这个阳光的已经照射到你的枕头上。
然后自己呢特别的这个后悔啊，完蛋了完蛋了，今天又睡下去了，然后就起来了，开始把这个闹钟呢就是扔在垃圾桶里面，就是对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经常呢就是好像对这个转恶趣的这种恐惧感也是没有的，然后自己所做的这个罪业啊，就是有一种惭愧之心也是没有的。这没有这样的话，那肯定每天都睡得特别香啊，就无所谓的，不管怎么样，反正只要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能吃一碗饭就可以。有些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有些人还是有一种迫切的心情，有些人呢完全都是反正可以了。现在我有吃的了，我有穿的了啊，就可以了。我那个不像我们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不像以前社会上那样，就是什么感情啊、家庭啊，好多的这个压力。哎，现在还可以，反正有一碗饭就吃就可以啊，就是睡得特别香。其实这样的这种生活态度呢，也不太好。应该我们要向那个这个讲话给习这个学习，但是一点不睡觉，可能以现在的一些医学的角度来讲是不行的。应该就是少睡一点。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当时他也念了这个一辈子当中念了这个9亿遍不动佛的这个心咒。所以我们有些人呢，虽然发愿这个什么一金刚萨埵心咒啊，是这个心咒那个心咒发愿的比较多。以前我们讲大圆满不是菩萨什么那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当时也是上师如意宝在课堂上一讲，后来有好多人呢，这个当时好像有。当时我们的这个班里面有700多人还是什么，就是都已经发愿了这个1亿遍，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也念了多少，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在心里面的这种生死念头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如果没有这个这种作用的话，那恐怕就是实际行动当中也是不一定是特别精进。总的来讲，大家对这个学习呢，对这个修行呢，就是不要一冷一热的。今天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就是背脊不轮点了，我背脊不轮点很好。然后明天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呢，好像中观就是人在这边，阴明人在这边，家信呢就是放在这边。这样睡下去也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明天一想起过了，好像这个人又变成另一个人。我要精进啊，全部要背诵啊，全部要修行啊，也特别精进，每天都是这样啊，换来换去，可能也不是个好的这个应该对自己的这个闻思修行方面，就是有个比较这个持之以恒的。就是不松不紧的就是长期的一个打算，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些文史人刚开始的时候呢，特别精进，好像有时候就我们都不相信啊，这个人是到底是真的是这个糊涂设为还是糊涂护为是有时候我就看不出来。后来呢？就慢慢就变成另一种人，所以每一个人的可能缘分也不同。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听到一些话以后马上起作用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学习佛法呢，并不是好像我们这个吃一顿饭或者是那个就是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打算，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下面呢，我们就是接着这个下一个颂旨，就是讲那个家信的精进家信的精进。无因无名者，凡主自行罪，祸福所知罪，如是中国罪。因为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是愚昧无知，已经造了这个不杀的杀生、邪淫等一些这个自行罪业。同时呢，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这个下午吃饭或者是你这个书戒的时候呢，就特意就是犯了很多的这个佛制罪就总的来讲呢，所有的这些罪业都可以包括在自行罪和佛制罪当中。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什么叫做自行罪呢？所谓的这个自行罪是任何一个众生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呢就变成这个罪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杀生的话呢。故意杀生是不管在家人、出家人、赎过戒律的、没有赎过戒律的，包括这个牦牛就是在内的众生就是所有的旁生等等，他们凡是做了这件事情呢，都会有一种这个罪业，就是都他的这个阿赖耶上面呢，就是染上这个罪过，这叫做是这个自性罪，也叫做是本性罪本性罪。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佛制罪呢？所谓的这个佛制罪呢，
只是佛陀就是为了印证各种各样的众生的根基，然后呢，就规定了一系列的这种戒条就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弥尘戒等等，就是这些戒条。如果我们说了这个戒，在生死和这个严厉的对境面前已经承诺了，承诺以后呢，如果就犯了就会这个变成这个罪了，这叫做是所谓的佛制罪佛制罪。当然，这个罪业呢，有些是就有可能4种情况吧，就是记得既是称佛制罪，又是称自性罪。那这样的呢，就像这个比丘呢，就是撒牦牛，比丘撒牦牛的话，那就是也称了自性罪，也称了这个佛制罪，也就是然后成了这个自性罪，不是佛制罪的呢，就没有受过戒律的人呢，就是杀害众生了这叫做是这个成了自性罪，但是他不成这个佛制罪。然后只成佛制罪，不成自性罪的呢，就像这个比丘比丘尼的这个戒条比如说这个戒烛火或者说这个下午这个吃饭等等，就是这些呢作为这个受过戒律的人呢，将会犯戒的，但是没有受过戒律的人呢，不会犯戒的。所以单独的一种这个佛制罪就是佛制罪，或者你受过居士戒八关斋戒的时候呢，你没有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开始这个吃饭等等，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佛制罪也不是佛制罪，也不是自性罪的呢。那么我们这个平时就是吃饭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实际上也不成为这个佛制罪，也不成为自性罪，就可能有这个4种情况。当然，这个所谓的佛制罪和什么那个自性罪方面呢在这个戒律当中戒律当中也有很多的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喝酒就是所谓的这个喝酒的话呢像那个就是声闻部当中呢，就是声闻居士派的有些论师呢认为是它是佛制罪，然后这个戒律派的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它是这个自性罪就是自性罪。有这种这个说法的，还有那个功德光尊者释迦光尊者呢，就是也认为是这个佛制罪。但是这个名义怎么样这个结合呢？实际上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佛制罪。佛陀在有关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已经这个讲了讲了以后呢，就是专门对这个针对，比如说出家人就是出戒的人是这样讲的。但是间接呢，就是成了这个自性罪，就是所以呢就是佛陀是这样告诉的，有些论师呢也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以前这个戒律的大海广述当中呢有这个广说，我在这里呢也不阐述。那么有些人呢认为是，如果佛陀没有这个制定罪业之前呢，就是这些事情都不会罪犯。如果佛陀制定了完了以后呢，就是才这个有了这个过失。那这样的话，佛陀是不是这个罪业的铸成者，或者是这个成了这个罪业的因呢？因为他没有规定，就是不会有过失。这个呢在萨迦班智达的辩三界论当中是有回答的。比如说农民呢，就是他开辟一个田地，然后呢就是种上庄稼，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起冰雹，就是然后毁坏所有的这个庄稼。但是那个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农民会不会变成这个庄稼施毁者就根本不会承认。虽然农民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自他，他开辟了这个田地，但这个因为他做了这样的这个田地以后呢，就是最后就是毁坏，也是对他来讲是不会成为的。因此，这个佛陀呢，为什么是这个规定呢？这是有密意的，应该这样的。间接呢，就是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的。虽然有过失，但是这个过失的作者呢，就是不是所谓的这个佛陀。比如说一个国家呢，就是他制定一些这个法律，没有制定法律之前呢，就是人们做这件事情也是不会这个受惩罚的。如果你这个制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惩罚他的时候呢，那么刚才这个制定者有没有过失呢？就是肯定不会有过失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这个行持善法，就是它的必要性远远已经超过了他的这个过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就制定一个，作为我的话呢，我就制定一个纪律，那么没有制定之前的话呢，人们就是做了这件事情是不会犯罪的。
我制定完了以后呢，就是别人就如果违反了这个条约呢，就是会这个犯罪的。但是这个罪的作者是不是我呢？一方面讲是可以说是作者是我，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呢？我不会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你的这个行为是有利的，因此呢，最重的角度来讲是不会有过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想是在戒律当中也是有详细的辩论，就是可能。刚听过有些这方面的教研的人呢，就是觉得是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可能有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所参的罪业呢，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所尽6种罪业当中，所尽的6门当中呢，就是自信罪和佛制罪啊，就是所有的罪业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在座的人呢。犯过没有这些罪呢？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到这个现在呢，也是犯过这个不少的在自己能依得起来，自己不能回忆得起来的，有许许多多的已经犯过，应该呢就是值得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那么怎么样忏悔呢？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合掌护主前，以为罪苦心，再三你诸佛铲除一切罪。那么这个这个忏悔的这个方式呢，是应该这样的，在所有的十方诸佛，包括自己的这个传承根本上是全部印进在自己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这个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所以对之礼就是所皈依的这个对境，在他们面前呢，自己身体呢应该这个恭恭敬敬的五体投地就是双手合掌，以这个拈花戴放的这种这个双手合掌，然后这个心里面呢有特别强烈的一种惭愧和愧疚之心就是有这个罪悔之心。从那个语言上呢就是也要念诵这个偈颂就我们平时呢有些人在念诵的时候呢，在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上师面前也好，或者诸佛菩萨面前的话，应该念一些这个自信这样的这个忏悔文就是忏悔文。以为心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恐怖的心。什么样的这个恐怖心呢？我如果没有好好忏悔的话，那的确是我的这个生命呢，什么时候终结也很难说的。一旦我的生命终结的时候，因为我所有的罪业的是还没有得以清净，在那个时候。我死了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那我肯定只有一个堕入去的一条路所以呢，有一种特别可怕的心。我看我们有些老乡真的那个看见一些上师看见一些那个大德的时候，在他面前就是哭以前我造过什么什么的这个罪现在就是能不能这个忏悔的情景呢？真的心里面就是一看的是有这个罪悔之心有了这个心的话呢，当然就是会就是有这个忏悔的情景。有些人呢，好像我造是造的很多的，我这个业力非常慎重，但从态度上的话，那就是不冷不热，好像也无所谓的感觉。那么这种态度呢，不一定忏悔的这个情景，因此应该以这个就是特别就是可怕的这种心情再三的在佛陀面前就是定念，尤其是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就是修这个50万加心通过定念通过这个念百字明就积累这个曼荼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忏悔的话呢，当然是这个最殊胜的。因此呢，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呢，以前修过这个无加心的人呢就不说了。以前没有修过无加心的话呢，你们可能有一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这个修就自己这个什么这个10万个大托然后呢。什么这个百字明这个10万呢？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应该要修有些人认为给我快一点这个安排一点修的东西，安排一点学的东西，不让我时间这个空的不得了就是给我通过各种途径来就是催我，就是说你给我应该安排一个学习安排一个修的东西我现在什么修的都没有，现在什么学的都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学的应该是多的，修的应该是很多的，你不要特别着急你想一想，你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是什么样的？包括你今生不信佛教的时候，也不要说别的，你在产品里面吃的这些东西的是大概有多少数量所以我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是就是又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你现在每天的自己安排一定的时间念百字明，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讲那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百字明的功德是那么大就是真正原来我有一个
朋友，就是公安局的人，就是他的再三的看大圆满前行啊，拜子们的功德这么大，我造了很多的业啊，我们把就是萨多萨玛呀、玛那巴拉呀、玛那萨多提摩巴地扎之中麦巴瓦斯多还有麦巴，他每天都是这样，这个非常非常的精进的念，就是外面如果出现一些人的时候呢，有点害怕，把念珠慢慢的藏下去。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呐，应该好好的这个忏悔啊，这真的忏悔是很重要的。这个在佛陀面前呢，就是再三的可达脱啊，还有呢就是参除就是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无尽智慧经啊，无尽智慧经里面呢，说是我们所谓的忏悔是实际上是积累资粮的一种方便方法啊，就是积累资粮的方便方法啊。还在这个律藏当中呢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忏悔忏悔完了以后，就是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就是减少，然后功德呢就是越来越增上。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中原心智明典里面也是讲了，如果我们这个相续的这个如来藏的明经呢，就是被两种障碍的汇成，就是已经这个这张的话呢，那么就是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种影响呢，就是不能这个现前的。因此，我们相续没有忏悔得以清净的话呢，那么修什么法的是不一定马上受的干预呢，不一定马上就是有这种成就的这种现象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好像什么感应都得不到，就是怨天尤人这个伤势坏得很，我修了很长时间一直感觉都是没有的。这个佛法坏得很，尤其是刚学佛的，有一些嗔恨心和邪见比较重的，有些人呢一直是怪这个怪那个，就是从来不怪自己，就是自己那么坏，无始以来造的那么多的罪业，但从来就是不反观自己，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过程呢，就是不要就是对在外境上，应该就是对在自身上。自身上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呢，通过拜子明，通过金刚萨埵以前那个学记论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就是观想这个通行还有念诵这个咒语念诵这个咒语什么诵经典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一种忏悔这个方法。因此我们虽念什么样的，不管你念金刚经念什么样的细节多等等，在这个时候呢，经常想起就是自己所造的这些罪业，然后呢，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忏悔。如果这样的话真的非常好。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说，我早上那个半个小时呢，实在是这个关不起来，就是我可不可以一直念金刚萨埵心咒？我说是很好，这就是修行因为你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实在就是关不起来的话呢，你自己的罪业就是金刚萨埵这些应该基本上可以关的。在金刚萨埵为主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我应该诚心诚意的忏悔我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然后你一边念诵的话呢，你半个小时当中也算是一种修行。我们所谓的修行呢，不一定非要就是这个闭着眼睛，就是一直安住在这个你的无分别念的境界当中，也没有这个要求。只要把这个所学的法呢，不要用在口头上就是全部是用在口头上的话呢，那到时候真的你不管是来世也好，今世也好，中阴的时候遇到这些恐怖的时候呢，就是不管用了。如果你对心上有一点点传习的话呢，那么这个传习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有一种传习，也是它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学了这样的佛法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呢，再三的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各种各样的罪业，就这一点极为重要。下面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反悔对治你，就是四对治你当中是最后一个反悔对治你。那么宋字当中这样讲的：诸佛其宽恕，往昔所造罪，此即非善行，而何事不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在所有的这个世间导师诸佛菩萨面前，我恭恭敬敬的祈求
就祈求你们这个宽恕我，往昔所造的一切的这种罪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呢，确确实实是不是个好事啊，就是不是只是好的一件这个事情，应该在你们面前就是值得先就是忏悔，得以清净。先忏悔完了以后，我以后呢，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了，遇到什么样的这个违缘的话呢，我再也是，我这个发誓言再也不造这样的这个恶业啊。如果这样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的话，我们下去当中的罪业呢，应该会得以这个清净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讲那个这些窍诀的时候也讲过，我们忏悔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发露忏悔，就所谓的这个发露呢，你所造的这些罪业呢，不应该就是隐藏起来，应该在该说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像你的这个上师也好，菩萨也好，佛面前呢，就是自己就把它这个发露，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忏悔。忏悔的时候呢，你要有两种，就是一个是后悔之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后不再造作啊，就是有了这两个心的话呢，你造的这个什么样的罪业呢，也应该会得以这个清净的。以前那个佛陀啊，就是在这个《金光经》当中呢，金光明经吧，就《金光明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前劫所造无边罪啊，就是前劫所造无边罪，一次作忏也清净，就是一次的这种忏悔呢，也得以这个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1000个劫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呢，通过一次的这个忏悔呢，也会得以清净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智慧的人呢，真的他呀，这个以前就是他会这个造，但是造恶业以后呢，后来还是也会忏悔的。原来我们家乡有一个胖胖的这个领导当时在这个文革和解放的时候呢，他造的这个罪业是谁都无法想象的，别人都说是这个人真的可能是恶魔啊，就是可能是恶魔啊。然后他有时候呢就是摧毁佛塔，有时候呢就是烧坏那个什么那个经典，有时候呢就是他开始这个批斗就是出家人当就是无我不做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疯了一样的。有一次当时我们在那个好像在70年，就是70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读中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个印度的上师，来一个印度的上师以后呢，好像他就去拜见他，我们的当时感觉是特别的就是稀奇啊，就是我们说那个人都是见上师去了，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好多同学呢，就各个地方去那个观察，就是到底在他什么，然后他呢就是在那个上师面前一直在哭，就是他在这个陈述自己的以前所造过的这些罪业。后来呢好像那个在几十年当中又要这个造转经论，又要造佛塔，又要这个造这个经书啊，就好像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了，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和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人们都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相信，就是原来他一直拼命的就是毁坏这些。后来呢他又要看见这个僧众的时候呢，就是布施听说这个白天晚上都是这个不休息也不睡觉，一直忏悔等等。但后来可能前几年的已经离开了。有时候呢，我想有些人是这个造恶业的时候呢也很厉害的，但最后忏悔的时候呢，跟其他人是不像的。有一种人的话呢，好像造恶业也是不能造什么的，这造善业也是不造什么，每天都是软绵绵的，就好像迷迷糊糊的。也有这么一种人，但是到底是哪一个人好，还是我们也不好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以前造的这些罪业呢，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的忏悔。以前那个佛陀在这个佛经呢，就是这个地藏十轮经，地藏十轮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两种人呢，就是没有这个罪犯。那两种人呢，一种人是就是根本就是不造恶业的，就是这种人也是就是非常这个清净的。还有一种人呢，虽然就是造了，但是呢，有这个忏悔之心，也有惭愧之心，有这个发露之心。那么这两种人呢，可以叫做是什么？就是同见得清净者就是得清净者，应该可以就叫做是这个同见得清净者。所以意思就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要么从来没有犯罪的人，也是这个树立这个佛创的人就是树立佛创的人，也是输出佛教的人。然后还有一种人呢，
他虽然是造了恶业，但是以后呢会好好的这个忏悔。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摧毁魔闯者啊，就是摧毁魔闯者。因此呢，这2种人都应该说是心持佛法的这个人当中啊，就是应该就是可以列为这个心持佛法的人当中。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心里面都是这样想：以前呢的确是可能自己造过一些这个罪业，那么这些罪业呢，现在就有了这个殊胜的这些善知识各种这个因缘就是有这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忏悔。光说这个口头上忏悔发露这样还不行的真的内心当中比如说以前我是特别这个喜欢这个喝酒就是整天都是依靠这个饮酒而这个造恶业的话呢，我现在就是发誓再也不做，就是这个非常不好的。以前我什么抽烟打麻将实践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些这个恶业的习气的话呢，有些人一改变以后呢，可以这个行为上呢就是有了这个他的转变，然后呢就功德也是随着而生来。因此我们亲友书里面所讲的那样，以前真的就是依靠贪心、嗔心、痴心来包括这个杀人就是做很多这个坏事的人，最后通过好好的忏悔的话呢，那么就像是太阳呢，就是离开这个云雾一样，也有这个获得成就的机会。因此呢，大家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好，我们这一品吧，也就是说是第2品已经讲完了。第2品里面呢，主要讲我们这个七支供里面的供养制呢已经讲了，皈依制已经讲了，忏悔制。那么下一品呢，应该从这个随喜制开始，给大家宣讲怎么说随喜大家的这个心持善法这是那个上下连结文。好，今天讲到这里，下面一起回向功德。Sonam dei tamse viv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tun solen dra ahu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